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范云委员、陈婉慧委员、陈凤馨小姐、赖世宝委员、马文娟委员、叶庆元律师。好，那么俄乌还在打哦，而且好像呢，这个越说要这个停战呢，打得越凶啊。三年以来，俄国最大规模对乌克兰的空袭，一夜之间就是发射了477架无人机、60枚飞弹啊。去打这个基辅哦，就这个乌克兰的首都哈，那大楼着火，2死14伤哦，那是打乌克兰南部的城市，我看兵分多路了哈。那另外呢，这个乌克兰有一个飞官驾驶 F-16，美国的 F-16呢，击退了俄罗斯的空袭，但是呢也被这个殉职了，也被打死了哈。战机也毁了啊，所以说是乌克兰第3架，有人说第4架的 F-16的战机哈。泽伦斯基宣布乌克兰要退出禁雷公约，不只是这个乌克兰啊，好几个国家就是本来是不能埋地雷的啦，因为地雷真的太可怕了哈。那我们的金门以前就埋地雷，怕共军这个水鬼摸上来，到了等于两岸没有互相打来打去，水鬼不摸上来以后，光清除那个地雷都很麻烦，而且很多金门居民到海边这个玩耍钓鱼都被炸了哈。后来请了新加坡的专家，花了很多钱哦，来把这个地雷除掉哈。所以呢，这个地雷其实是国际禁止的，但是呢没办法了，因为战场在乌克兰嘛，俄罗斯打到乌克兰，所以乌克兰看现在没办法，只好所以要退出这个禁雷公约。什么意思？要去埋地雷啊，要去埋地雷。不仅是乌克兰，我刚刚讲哈，这个包括波兰、芬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就波罗的海3小国加上芬兰跟波兰，他们也同步要推出，这叫渥太华公约哦。就是大家以后就又埋地雷了哈。那另外呢，俄乌现在是无人机之战开打，你发射无人机，我也发射无人机，所以CNN说美国现在对调停好像有点意兴阑珊，所以俄乌今年2025嘛，可能还打到2026哈。那另外呢，这我们先看乌克兰来。俄军趁夜发动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城市陷入火海，公寓被轰出一个巨洞，橘红色的火光在暗夜里看起来触目惊心。俄罗斯一口气出动近500架无人机，加上60枚飞弹，袭击乌克兰142个地区。基辅的地铁站挤满了避难民众，不过乌克兰也证实，在俄罗斯这波攻击行动中，乌军有一名 F-16战机的王牌飞行员，在击落7个空中目标后不幸殉职。That he tried to steer the plane away from populated areas and did not have time to eject. This is the 4th F-16 Ukraine has lost since the war began.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对英雄殉国表示哀悼，宣布追授殉职的飞官乌克兰英雄荣衔。同时，乌克兰也对俄罗斯一个军事舱展开袭击，并摧毁了克里米亚一座军用机场中的防空系统，还有3架直升机。Російських вбивць знищувати життя всіма методами, які в них є. І хімічну зброю, і балістику, в тому числі ракети середньої дальності. 痛斥俄罗斯是凶手，泽伦斯基宣布乌克兰退出反地雷公约。事实上，除了乌克兰以外，与俄罗斯接壤的芬兰、波兰以及波罗的海3国都纷纷退出或表达退出的意愿。来，凤馨。俄罗斯跟乌克兰到底他们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上谈判桌？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双方都还不到像以色列跟伊朗到了那个绝境，非要上谈判桌不可。第二个部分是双方都已经付出太大的代价。对于乌克兰来说呢，它的代价是1/4的土地面积，然后再加上大量的死亡人数，其实不只是个士兵，而且它只有一代的那一些，整个一代的年轻人大概都损失殆尽。这是乌克兰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他现在怎么样都不能退。可是对于俄罗斯来说，他当然也有他的代价，他遭到了西方的这个经济制裁。其实本来呢，他在2022年的时候经济其实有很大幅度的衰退。2023年、2024年，它的表现非常好。这里面很
吊诡的是，他用军用的军事上面的产业去弥补了他所有经济产业上面其他的亏损。可是今年以来，他的经济就遭遇到了问题，就你那个军事产业的生产终究有它的限制，所以对俄罗斯来讲，为了经济复苏，他也必须要停战。好，那可是代价都那么大，所以你如果没有到了一个可以真正让你喊停的那一个点，双方都不会停。因此，在美国撒手不管的情况之下，俄罗斯现在是放手去打到他觉得那一个战略上面安全，战术上面他有利益，那他要打到那一个点。好，那现在问题来了，对于乌克兰来说，他现在虽然说欧洲有提供他一些军事武器，可是非常有限。当美国提供的已经断绝的情况之下，他能做的是什么？这一次泽伦斯基宣布退出禁雷公约，那么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个简单的禁雷公约，可是实际上面很清楚的知道，他其实就是准备要埋地雷，然后阻碍俄罗斯的前进。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是整个陆地相接的，所以在陆地上面埋地雷。好，那埋在哪里呢？当然是埋在俄罗斯的最前线。那些俄罗斯最前线全部在乌克兰境内啊，那也就是说你一定是埋在乌克兰境内啊。未来你也是打算要放弃你前进了，因为你自己埋了这么一长串的地雷，你前进就自己损失啊，然后让俄罗斯没有办法再前进啊。所以为什么要推出禁雷公约？就是他要打算在自己的国土内去埋设地雷。刚刚赵先生提到说，我们金门那个时候埋了很多的地雷，那可是你有没有去过柬埔寨？我想你应该去过柬埔寨，断手断脚一堆人了，印象深刻。柬埔寨在30年前的时候呢，其实因为那个这个战争的关系，埋设了1000枚的地雷，可是1000万枚的地雷，那时候的扫雷技术很差，其实到目前为止，有扫雷技术做得很好的，大概就是美国跟中国大陆。那俄罗斯的扫雷技术，其实你从它乌克兰刚刚战争的初期看起来，俄罗斯的扫雷技术也并没有很好。那么你看到柬埔寨，它的那个1000万颗的地雷哦，它是一直延续后面2-3代。都随时会有小朋友，然后不小心就误踩了，或者是误食了，就捡食了，然后之后呢就断手就断脚。你到柬埔寨到今天为止，你大家还可以看得到那一些断手断脚的年轻人也好，或者是儿童也好。所以乌克兰现在是要将它的最前线的土地，然后呢去牺牲它的土地当中可能未来有机会要重返这些地方的乌克兰人民，他要牺牲掉，目的是保他的后方。这些其实都是绝境中的绝境的做法了。而且事实上，乌克兰已经打算了，就是防俄罗斯过来，他也不过去的了。现在看他也知道不可能了，不可能了，所以战场就在乌克兰嘛。乌克兰蛮惨的哦，我到柬埔寨去哈，很惨啊。第一个，几乎中年的男子都不在了，打仗都死光光了，只剩下老人、妇女、小孩。如果有中年男子，就断手断脚的哦，被炸得很惨哦。一个国家搞成这样哦，实在蛮惨的哦。好吧，那这个伊朗到底怎么回事？美国以色列到底炸到没有？哦 ，IAEA 就国际原子能总署是说，伊朗可以在几个月内重启浓缩铀。哦，那伊朗现在有两种讲法了。外交部长说我们受伤很惨重，但是那个哈米尼最高领袖说没有，你要相信谁？哦，那另外呢，这个哈米尼说对川普下追杀令，要全球的穆斯林施以断之极刑。哦，那而且希望呢弥赛亚早日降临。就是对他们这种回教国家来讲，能够将来跟这个弥赛亚，甚至跟先知站在一起，死后了无上的光荣，所以他们视死如归。哦，哇，觉得未来的世界比今天的世界还好，所以他们不在乎说为什么有什么自大扎山克啊等等，就是这样哦。那现在呢，对川普下追杀令，当然要杀川普，没有那么容易的，因为美国基本上保安做得蛮好的。但是哈，这到底是一个威胁？就像以前不写一本书吗？那个作者哦，被在全世界都是几乎没有地方可以躲哈，因为呢随时都会被追杀哈。那另外呢，因为美国事先就讲，我周末要去炸它，后来又说2个礼拜之内要炸它，后来变成周末去炸。那所以呢，其实从某种程度讲，如果你是伊朗，你这还把这个浓缩铀放在那个地方啊，一定会想办法躲。想办法逃嘛，所以呢，是不是早知会遇袭？
哦，那这400公斤的浓缩铀到底去哪里？所以他们说这像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哦，也许被炸了，也许部分被炸了，也许躲起来了，到现在大家搞不清楚哈。所以他们说中东局势像一场精心编排的政治戏，火线后的交易才要开始。现在美以伊在那边谈判了，透过这个国家，透过那个国家，彼此在那边讨价还价哈。有人说，川普想要解除对伊朗200亿美金的制裁，来交换，说你将来只能发展核能，不能发展核弹等等。那到底彼此有没有真心相待，还是呢尔虞我诈哈，你藏我躲哈？我们看一下。伊朗首都德黑兰民众群情激愤，因为60名军方高官还有核能科学家全都命丧以色列和美国联手攻击当中。哭泣声此起彼落，还有人难过跪倒在地，全民参加盛大国葬，数十万人现身送别悼念，官员遭到突袭式团灭，伊朗反美反以声浪更高涨。Death to America, death to Israel, she says. God willing, they'll be destroyed soon. ترامپ خونخوار میفهمونیم که عددی نیست. هر غلطی که دلش میخواد میکنه. اما ملت ما بیدی نیست که به این بادها بخواد بلرزه. 伊朗人喊话血债血还，而最高领导人哈米尼神隐没现身国葬现场，但接班呼声很高的已故革命卫队领袖曾孙哈山和送葬队伍走在一起，口气同样很强硬。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以及航太飞弹计划指挥官等人通通丧命。不过，最高领袖的高级顾问夏卡尼倒是逃过一劫，最近还现身证实自己性命差点不保，在瓦砾堆里埋了3个小时，提到当时还以为发生地震，随后才知道遭到攻击。The Iranians are vowing to be defiant, saying that their nuclear program will continue. Of course, enrichment will continue as well. 伊朗国内坚称不能放弃核武，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也提到，尽管部分核设施遭损坏，但认为可能不用几个月，伊朗就能重启浓缩铀生产，似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看法相左。那岳律师怎么看？没有啊，我记得有一个笑话嘛，就是美国那时候打伊拉克的时候，就是说因为伊拉克有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他们说那你为什么不打北韩？他说因为北韩真的有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已经有，它有核武嘛。好，那所以为什么伊朗会急着想要有发展核武？就是我如果真的有核武，你美国跟以色列就不敢打我了。那当然，但反过来就以色列或者是美国来讲。对以色列来讲，如果你有核武，因为你多次的主张你要消灭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如果你有了核武以后，你一定会透过你的中程飞弹打到以色列来。所以以色列的，我还是要讲啊，以色列这个先制攻击应该是违反国际法的，因为伊朗并没有先去攻击以色列了。好，那但是我可以理解啦，就是说为什么伊朗现在急着要发展核能武器，因为只有真正发展出核武以后，才不会成为攻击的对象。不，其实核武的发展并不困难啦，台湾早就可以了，中山科学院早就懂了，早就会了。只是那时候什么张宪义啊 ，CIA 的特务啊，副所长啊，被 CIA 吸收，然后去跟美国告密。我的同学在中山科学院，他们说美国大队人马来把你所有的这个设备都毁了，但他流眼泪，但是没办法哈，反正核武这种东西是没有哈，他就不能让你有，一旦有了，也就有了，印度、巴基斯坦也有了。然后这个北韩也有了，以色列也有啊，以色列没有核武器吗？也有啊，所以就变成反正伊朗在还没有的时候，我就去这个把你毁掉。或者从某一个角度看，其实大家也都不希望伊朗有了，因为多一个国家有就多一个变数。说实话，所以不只是美国不希望，俄罗斯、中国大陆也不希望伊朗有啊。所以为什么这是伊朗呢？就是他也很少我要真的对他表示同情。到底最后会怎样？现在谁也不知道，就到底他有还是没有？到底有多少能力？这个也不是你把它设施炸了就解决了。中国大陆那个时候钱学森，美国人把他等于是软禁起来，几年不让他做研究工作，把他所有的书笔记都拿掉，回中国大陆没多久核武就发展出来了。那个技术到现在为止看也不是多难，只是说你到底有没有机会发展出来，还没有发展之前，大家就把你毁了。休息再回来。好，川普接受访问了 Fox News 访问了，他说因为他4月9号的时候曾经说延3个月嘛，延到7月9号，
马上到了，今天6月30，才9天10天就到了哦，要满了哦。本来有人说可能会延了，有人说延到9月1号，有人说可以再延30天。就川普说我不打算延长，但是也很难讲，川普反正变来变去。那因为川普前阵被骂他口嘛，哦，所以呢，这个 Trump 这个 always chickens out， 所以呢就觉得很丢脸哦，所以再延吗？所以呢他就说我不打算再延长了。不过看这些国家对我怎样，对我好的哦，我就这个对他好；对我不好的，有些国家我就发个通知给他，25%、35%、45%、50%哦，告诉你多少就多少。因为那其实他没有谈的国家其实也不是很重要，表示那个贸易额也不是很大。那贸易额真的大的或是像我们有半导体的，对他来讲就比较重要了所以他也不是笨蛋了，他也是选择性的那另外呢，他现在跟日韩，就韩国还好，但日本好像谈不下来，因为日本是汽车这个外销大国所以台湾很多日本汽车嘛所以呢，川普说跟日本先生汽车贸易不公平我们对日本汽车以前没有加什么关税啊。日本人加我们关税啊，而且很多这个非关税贸易壁垒啊，譬如说小车停车位都很小，我们以前美国是大车进不去啊，美国现在也开始做小车了但是呢，反正这个美国有很多的限制那川普不是前阵说什么引擎盖啊，什么看看那个到底能够耐压耐多少等等那么这个日本它有很多的招了。关税也许不高，但是很多招让你美国进不去所以呢，这个川普就说我们有石油啊，日本可以跟我们买很多石油啊，也可以买很多其他东西啊，所以呢，亲爱的日本先生，你们的汽车得付25%的关税，那日本就不甘愿啊，尤其日本可能大选在即啊，所以这个总理也很强硬啊。说不可以啊，不能为日本牺牲啊！所以现在看起来跟日本好像有僵在那个地方那加拿大投降，加拿大把这个数位服务税撤回，800-900亿美金呢所以呢，这个希望美加贸易重启。那川普每次讲说他应该变成51州啊，他变成我的51州就没有什么关税的问题了所以呢，应该当我的第51州。那加拿大最气这个话，我当你什么51州？我加拿大这个国家搞什么鬼啊那说台湾跟美国现在是进行第二轮的磋商，也谈到晶片关税。今天有一个新的消息，说可能美国跟4个国家会这个先签约，那中华民国在其中之一那也不知道怎么样。但这边说台美有2轮的磋商，每次呢台币就暴升。我一直好奇我们怎么都不知道你们在磋商1轮2轮，怎么台币会暴升？谁知道有没有内线？那谈判很多人那些人有没有透露出来？有没有人趁着机会发国难财？我都很怀疑一般人很惨根本搞不清，砰就升了，砰就升了升1块，寿险业1年就要赔1000多亿多惨重所以每次2次都出现戏剧性的暴升那台美到底是不是达成贸易协议？现在也不知道。第一个有没有达成，当然很重要；第二个内容是什么也很重要。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接受福斯新闻专访，对于关税期限表明不会延长，将会按照计划一一发信通知各国，美国将开始启动。We'll look at how a country treats us. Are they good? Are they not so good? Some countries we don't care. We'll just send a high number. 川普指出，美国不再需要与其他国家协商。Do is we're going to send and we're going to say, congratulations, we're allowing you to shop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You're going to pay a 25% tariff, or a 35%, or 50%, or 10%. 川普也再度把炮口对准加拿大，威胁不排除以牙还牙。They've charged our farmers up to 400%, almost 400%. Canada is a very tough country to deal with. 随着美加关系恶化，愿意到美国旅游和消费的加拿大游客越来越少，纽约和缅因州的观光产业冲击最大。Business has been down a lot since the border crossings have been down because we've had less tourism. 至于不卖就禁的 TikTok 问题，川普在专访中也透露已经找到买家。A big technology company there. Very, very wealthy people. It's a group of very wealthy people. 川普表示，细节会在2周内公布。虽然交易还需要中国政府的批准，但他相信会获得同意。来，两位。现在我们看这个美国跟台湾的这个关税问题不能够只看关税，你要加个东西要加进来，币值、汇率，
要加进来。我们现在来讲，短时间已经升了10%了，这个10%，12%，那在全世界是第1或者第2。若以4月对等关税到现在14%哈，这个你最少算10%在里面了。所以我就一直在讲就是说我们的外汇存底超过5700亿美金，有人说已经到了5800亿美金，每天成交量多少？前天的成交量就是上个礼拜礼拜5的成交量32亿美金。平常正常，这是总裁请我讲的在立法院请我讲的平均大概一天20亿美金，5800多亿，5800亿，要面对一个20亿，你要调节，有什么能力不能调节？对不对？很容易调节嘛，就是你要不要干预，要不要去调节？那我们讲说，哎呦，不能调节因为我们要被列为汇率操纵国，要面临到301条款，会很大的关税的问题要产生了。好了，美国已经公布了，那个成立说外汇操纵国要3个条件，我们只满足2个条件，所以我们继续是观察名单，所以这一关已经过了。所以央行原来的担心是已经走了，所以现在纯粹央行只是有苦难言不敢说出来的真相，就是为了这个关税谈判嘛。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就说我让你这个地方升，然后呢，我的关税呢好的条件拿到了。大家就赞同，这个团队谈得好对不对？谈得多好，我们就想10%起跳嘛，一定10%起跳。为什么？英国对他是逆差的，美国赚英国的钱都10%嘞，新加坡也是如此也是10%所以最少10%起跳那能够要到哪里以前有人讲过，前一阵子这几个月前，我们的官员也透露的说大概15%到20%，那15%到20%跟原来的32%那就降很多就降一半32%变15%，降很多可是你把洪兴刚才讲的14%，我说不要讲14%了，因为它正常升嘛其他国家也升嘛，我说10%加进来，那就25%了，就是25到35之间，还有 plus 一个东西，我们要参与美国的人员基础设施的一个新建，而且这个它不是公司不是说可以获利就是你帮他盖你帮他盖阿拉斯加440亿美金，我们已经承诺了，签字的，这是我们的经济部的次长来立法院备询时候公开讲了，已经签字承诺要负担最少1/3，那就是多少？大概150亿美金，4000多的新台币，我们付了。付这个东西，你说我是投资，那也还可以讲的，说以后可能赚钱。他不是他就是盖完给美国用就这样子就从北极那边拉一条这个管线拉下来，拉到阿拉斯加再卖给我们。我们原来买阿拉斯加的石油占我们的这个，这个是入口要这个买的进口了这个占的是10%，现在要增加到30%，所以你就发现到说，在我们来讲的话是2条钱一条钱是参与基础建设，现在看不到回收率多少。我们很重视的回收率，有没有回收率？如果他是公司说他要赚钱，我可以分红，那国人可以考虑。他现在没有，那 plus 我们再买它的一个原油，所以整个来讲，就比如说把这些阿布拉当加起来，我们的关税或许可以谈出比较好的条件。要先容许我补充一下，就是呢，新台币升值所产生的那个等同于关税的效应，那都是出口商负责。可是关税的税率的提高，过去的经验，进口商是负担大部分，也就是美国厂商负担。那我们现在新台币自己已经升值了10%到14%，等于我们的出口商自己负担了这个10%到14%。至于那边谈出来的是15到20%，那个还可以去跟进口商谈判。可是那个部分从32降到15到20，那是进口商可以降下来，我们出口商就白白的负担了这10到14%。所以现在台中那边的工具业者机械业者机械工具，然后高雄、台南那边的很多的这个零件汽车零件灯具什么都压力很大，都面临的甚至这个失业潮无薪假。那补充一点我们当初跟美国谈 WTO 的时候花多少时间？花4年的时间谈17次，
米酒也是谈很久，所以你可以想说，这样子每一个国家的一个官司要谈，要花多少时间？像川普这么短的时间，老实讲都急救伤嘛，他就用最简单的一个奇奇怪怪、全世界没有的公式，就是你赚了多少钱除以一除，然后算关税的东西，这个东西。人家都看笑话了，到最后是非常粗鲁的，完全是政治角力的结果，而不是真的算经济的算了什么什么之类的。不，你看日本、韩国到现在为止，阿拉斯加都还没同意哦，都没有同意哦。那台湾签字了，那我们就自己这个弃甲义兵哈。而且将来如果美国总统又换成民主党，搞不好要禁止你开发。民主党是反对在阿拉斯加那边开发的，川普是赞成的，所以他两党这样很大的歧义了哈。来，马伟。其实近期台币升值哀鸿遍野，像我们那边的工业区虽然不是大规模的，不过已经有很多厂商一个礼拜大概都要休3天了，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也看到，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就像刚刚讲的，其实日本、韩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其实是没有立即去同意川普提出来的条件，那显然。台湾可以这么顺利的在前面的4个国家里面，可能就很快可以达成这样的共识。我们可能会牺牲掉很多，因为从过去的一些记录来看，我们看到我们有很多几乎照单全收。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就像我们的汇率，其实在这个已经算是暴升了。这个已经造成很大的冲击了。那现在我们出去的代表团，包括农业，因为美猪美牛，美方一直在要求我们是不是会无条件的开放，或者有很多应该有的这些一个拿捏的分寸，当时国人非常在乎的这些是不是会全放？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我们所知，在国防预算上面，其实已经要增加非常高的预算。可是到底我们可以获得什么？我们要的到底可不可以给我们？其实我们不知道，可是它却会占据很高的这样的一个份额。所以像这样子，我们这么快，像日本，其实本来他们应该是比较会听从美方的，可是这一次他们也展现他们自己国家利益的那种捍卫的那种角色的那个感觉，因为像会伤到农业啊，会伤到汽车啦，会伤到国防，因为川普要求他说要 GDP 要达到3.5，他马上拒绝，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在谈判的过程当中，这些都应该是一个谈判的筹码。我们如果无条件的很快的照单全收，我们后面可能还会牺牲更多。不，有一句成语叫予取予求嘛，哈，什么叫予取予求？就是美国对台湾就是予取予求。休息一下再回来。